大家好，我是辛博。看着观众都很年轻啊，怎么样？都结婚了吗？没有。挺好。我是喜欢见证幸福，但我不喜欢参加婚礼，尤其那个吃席环节。熟人还行，碰到陌生人就总容易陷入那种尬聊。那个，我是他小学同学，你呢？大学同学，真好。那个，听口音东北的吧？东北哪儿？辽宁。我爸去过吉林。我能说啥？我说怪不得没见过你呢，兄弟。而且我觉得婚礼的主角也不是新郎新娘，就是婚礼的司仪，他主宰一切。全国的婚礼司仪好像都同一个腔调，我就感觉这帮人在同一个地方批发的声带。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各位前来参加张凯宇先生和李子涵女士的婚礼。听着很温暖，但里边没有一点真情实感。生活里表达感情也这么说话吗？你踩我脚了。正常开始一般都是爱情故事，是吧？新郎新娘相识于大学校园，图书馆隔着书架的惊鸿一瞥，从此人生悄然改变。我坐在台下看着新郎，我的兄弟，我用我的人品担保，他绝对不会去那种地方。我们俩4年的开黑记录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没有他，我不可能知道本科延毕最长只有6年。特别奇怪，就是大学恋爱走到婚姻相识就得在图书馆。让我感觉图书馆就是个灯红酒绿的地方，藏污纳垢，知识改变桃花运。都什么时代了？我觉得大家怎么恋爱走到婚姻都很正常，打游戏认识怎么了？有什么不能讲的？新郎新娘相识于王者峡谷，经历过小学生的谩骂，也是常问候别人的全家。还有5秒，新郎新娘即将闪现登场，掌声欢迎这对双排新人。有请摄影师用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快乐你就 vivo Live。我特别受不了司仪的一个点，就是司仪特别喜欢煽情，特别喜欢煽情。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丧事儿喜办，我感觉他们就是想，对，喜事儿丧办，尤其针对新娘。此时此刻，又有一个家庭失去了女儿。这是嫁过去，又不是送进去。新娘回头再看一眼你的爸爸和妈妈，跟养育了你20多年的爸爸妈妈告个别吧。爱情的坟墓是真要埋人呐，我都担心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令牌往地下一拽，斩。新娘起早贪黑费多大劲化个大妆，被搞得2道黑线留下来，跟那个某巴克的 logo 似的。如果你的泪点比较高，它会有后招。此时此刻，丫头，还记得儿时父母怀抱的温度吗？去，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新娘没感动到，给花童吓一跳。如果你的泪点奇高，他就会有绝招，他会看一眼音响老师，并且给音响老师一个信号。音响老师会直接把音乐推向高潮。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啊，时间都去哪儿了？
此时此刻，丫头勇敢的、大声的哭出来吧。你看新娘跟过了电似的，妈。我觉得人都需要仪式感，对吧？但那些明知故问的问题，把它变成了一种流程。看我们的新郎，帅不帅？能说啥？一般。还有那句，此时此刻，新郎，你最想见到的人是谁？我赌上我的尊严。科比。我都担心他单膝跪地时候喊出的不是宝贝嫁给我，而是湖人总冠军。一直问我，你说哥，我婚礼是定在8号还是24号？我说你就定在8月24号。最傻的就是那句，新娘，你愿意？说实话，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份子钱，我也想看点不一样的。我不愿意，我被逼的，我妈生日有炸弹。你问点实际的，能落地的，无论说结婚之后新郎天天喝酒、钓鱼、不洗澡就往床上躺，你愿意吗？那新娘肯定得说，别逼我，妈妈对不起，引爆炸弹。流程最后还会有个小的环节，新郎现在可以正式的亲吻你的新娘了。正式。昨晚单身夜当我面嘣儿吧的。舌头都系成蝴蝶结了。那都不是正式，那都是测试。小 kiss。非得像现在这样叫来双方父母、亲朋好友、街坊、四邻、单位领导，各就各位，预备，作。亲一下得了呗，亲一下得了呗。亲吻不停，掌声不停。鼓掌的人不想鼓，接吻的人不想亲，就他自己玩的挺开心。婚礼流程什么时候结束？不是仪式的完成，就是那句开席。台上新郎还在那真情流露，台下大姨已经抖落开了塑料布。新郎说：“你是我的全部。”大姨说：“全部都是我的。”接下来这段有观众找到我说：“新博对你讲的这种司仪深恶痛绝，你能不能来我的婚礼当司仪？回旋镖扎到自己。”我说可以，我当司仪哭绝对不可能，但也有可能婚也结不成。我当司仪那就一切从简，工作忙，新郎新娘都可以不来，反正也没有人在意，我就只讲一句：你们是真饿了。份子钱随了吗？我就说没人在意吧，我就只讲一句：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此时此刻，开席。我是明年4月份办婚礼，我没找司仪，我准备一人分饰2角。看我们的新郎，还行。新娘多给点零花钱，你愿意吗？各就各位，预备备，我们要亲嘴了。此时此刻，我是新博，谢谢大家。哎，嗨，朋友们，你们好，我叫新博。我32岁了。32岁是同龄人结婚的高发期。第一波结婚的已经开始陆续2婚了，甚至还有3婚。结婚证
又复发了。经常在微信上收到婚礼请柬，那种电子请柬收到过吧？作为一个被邀请的人，我只关心什么时间在哪儿办。但想了解到这些信息，我必须得先看一组新人大片儿，没法跳过，咱们就得被他们的爱强制爱。翻了半天，7月2号在秦皇岛阿那亚拍的这组婚纱照，我说你真行，去得起阿那亚，去不起图片水印。那照片怎么说呢？真好看，真甜蜜，但有的时候也真不像啊。生活里也不长这样，我都眯着眼睛往后滑，滑到最后还是一个植入的广告按钮，叫“我也要制作”。谁会看完别人的婚礼请柬就说：“嗯，我也做一个。”我做啥？我作茧自缚啊！我觉得这种人生大事它不能太商业。那是不是墓碑上也可以刻“我也要一杯”？第2杯半价，收藏打卡，升杯。要免广告得做请柬的人办会员，我研究了一下啊，婚礼请柬的会员分2种，一种叫包年会员，一种叫终身会员。婚礼请柬的终身会员，就没盼咱们好，活到老结到老，倒是适合那些结婚证高发人群。还能发弹幕，我不喜欢婚礼请柬里边的弹幕过于和谐，咋就没人发？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看吗？他们不离婚，真的很难收场。接。电子请柬最让我讨厌的是它能转发，收到过我前任的，他没给我发，但大家应该都有那种共同见友，谁能不好奇点点？我也转发，发给我爸，用他的手机发弹幕。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新郎不好看吗？快乐持续到见友给我转了一张截图，我才知道这玩意儿后台有个功能叫谁看过我。图中显示辛博第15次查看了你的作品。我就是他婚礼请柬的榜1大哥。还有转发记录。辛博爸爸。通过辛博的转发查看了你的作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微信名，可能是知道了我要上节目。以前他叫不慕虚荣。我说爸，你应该改叫慕容复。相比于之前的邀请方式，我觉得电子请柬是不是有点过于方便了？就导致那些不该给我发的人也给我发，平时都不熟，完全不联系，吧唧一个请柬给你发过来。前几天收到一个算是同学，一起在驾校学的车，一个请柬加条语音，老同学想你了。我能收到微信里每一个跟呢能产生对话框的都能收到。应该也包括文件传输助手。
拉黑他不过瘾，我也要制作，我也给他发，给他冲冲喜。老同学，我在婚礼也很想你。但如果都这么方便了，还没给我发的，那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凭什么？对吧？大学室友，我也想不明白为啥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走了。我可以不来，但你不能不邀请我，非常内耗。点他，朋友圈分享一个文章：大学室友，你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仅对他可见。分享一首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亲口唱的。我怕他没有会员，没有反应。随着婚期临近，我愈发的心烦意乱。小某叔说这是婚前焦虑的表现，要我积极备婚，有问题直接跟我的新郎沟通。我鼓足勇气去跟他说为什么不请我，他说发群里了，你没看见吗？我说什么群？他就撤回了。我看见了，跟我说我结婚来聚聚呗，我也不知道咋回，还是输入法比较了解我。刚打出了祝你，就联想出了早日康复。但回想，就算他第一个就邀请我，又如何呢？我也得在心里边先量化我们的感情，还值多少钱，减去差旅成本。如果是正数，那就是礼金；如果是负数，那就是来不了。他的大喜之日就是我的出差之时。我说不好意思，领导派我去一趟巴塔哥尼亚。婚礼邀请好像对双方都是一件很难直接表达真实意愿的事儿。我想好了，以后我做请柬我就不放时间地点，这样能让大家多看几遍我的新人大片儿。哎，是我划过去了吗？最重要的，它也是筛选，因为真正想来的人会问我，不想来的人我也不想追问，因为我有访客记录。我需要终身会员。谁看过我还没问我的，那我肯定得记他一辈子。谢谢大家，我叫辛博。大家好，我是辛博。我发现这2年咱们中国人的素质还是提升了很多，中国人的素质提升了很多，很少有那种随地乱丢垃圾的了，都是丢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多好啊！垃圾不落地。每回我都得把那个垃圾从车筐里拎出来，再放旁边车里。这都属于非文化物质遗产，传承它就不能断在我这儿。我不生产垃圾，笑的都是我的工友。我也试过拎着垃圾去找垃圾桶，没走几步，车让人扫了，急得我脑子没反应过来，嘴都张个着来。你偷我车，这垃圾我刚拎出来的，你没看见呢？对方也是一脸懵，垃圾给你呗。这2年已经有点脱敏了，有没有垃圾的车我都能骑。但我还是觉得有垃圾的车会更难骑一些。你不能让那个垃圾颠出来，否则它就算我扔的。最烦过那种减速带，我得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扶着垃圾，我恨不得拖着。我说我在这儿手扶拖垃圾。最怕玻璃瓶，再碰到减速带，
我得立马控屏，掉出来玻璃心得碎一地。那天扫了台车，不知道哪个孙子吃剩了半包辣条，我真是想尝尝。麻辣王子，从小我就爱吃。我送你2包。骑到地铁口还车，有个哥们儿迎面向我走来，周围没车了，他跟想接手这台，他也看到了车筐里的垃圾，他就，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受了委屈会不自觉的自言自语给自己解释，不是我吃的。他冷漠的眼神仿佛就在告诉我，就你扔的，早知道我吃了好了。报复性的想文明一把，处理一下车筐里的辣条，但你知道地铁口的垃圾桶总被那个什么电瓶车团团围住。好在，电瓶车也有车筐。还有头盔，蹭我一手油，这个倒好处理。车筐里你就找嘛，都有纸巾。我觉得咱们素质还是得继续提，对吧？比如说我们扔的时候，可以按照共享单车的品牌搞一搞垃圾分类。小哈丢干垃圾，小菊丢湿垃圾，小就是垃圾。就他们家弹窗广告最多。稍微一不注意，网贷申请就开始了。我就骑个1.5块的单车，申请这10万的网贷，偏要网我。他就从这个 P 点骑到另一个 P 点，这个模式就叫 P2P。包年才130，10万块钱够我包770年，能传到我8辈玄孙那里。2795年。全世界都自动驾驶了，就我孙子骑个共享单车，骑行世家，单车会员到期日加计勿忘告乃翁。感谢吧，感谢你8辈祖宗。小哈就很好，小哈就不弹窗，小哈会在我第一次骑过他们家共享单车之后，就偷偷的帮我把网贷给注册好。哈特暖暖。车是越来越难骑，那天演完午夜场，出了地铁口就一台小破车。那车贼破，我很犹豫，到后边有哥们推波助澜，他问我：“哎，你骑不骑？你不骑我骑。”我说：“我骑，赌一把。”那台车骑着不如扛着，这车把歪的，我正着扶车就走斜线，我就理解什么叫歪打正着。那个车座被压到最低，锈死了，提不上来。我一蹬膝盖，指定我下巴壳。为了不顶到，我还得左右闪躲。我一个打工族给我骑成了维吾尔族。上坡我得站起来猛蹬，下坡还行，就是刹车不灵。骑进去我300块钱医药费，还行，网贷额度还剩99700。最垃圾的还得是那个共享电单车。共享电单车那个头盔你戴过一次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屎盆子扣你脑袋上。那臭到
朝闻道，夕死，所以不带警察惩罚我，带了老天惩罚我。那个味儿从天灵盖就冲进来了，保护我的脑子，击溃我的心理。这跟从垃圾堆捡个口罩带点有什么区别？我就感觉我的脑袋被流浪汉用腋下夹住了，我头都是馊的，我嗖往前骑，让那风往后吹。只要我骑得够快，风和味儿就追不上我。唯一一个比那个头盔更臭的，就头盔那带儿。那就是流浪汉的袜子。朝闻道，立马死。但是记住，一定要记啊，一定要记。你要是不记，一拐弯他就甩你嘴里。共享电单车的批点特别少，还车点特别少。骑到客户门口，发现最近的批点就我出发那个。原地还车要收我20的调度费，我又骑了回去。钱花了，时间花了，人还留在原地。见客户迟到了，回来领导开车顺我，给我一顿臭骂。唯一一个比那袋儿更臭的，就是领导的嘴。我说领导，你把安全带系上吧，一拐弯再甩你嘴里。上个班儿，骑破车，戴臭盔，挨臭骂，就为了挣几个臭钱。我觉得在大城市里，我跟共享电单车没啥区别。大城市里没有我的批点，但我想留下来。我不想骑了，我有腿。我要走起来，谢谢大家，我是新波。新波，感觉都是我的托儿来了。大家好，我叫新波。小时候我就在农村生活，你知道农村的医疗条件不是特别好，我爸妈就属于那种小病自己看，大病互相看，新型家庭合作医疗。从小我身体不是特别好，经常吃药，但就没吃过那种 OTC 的。我爸指着 OTC 的标志给我讲过，儿子你记着，这个牌子的药啊，没劲儿。就是我能得什么病，主要取决于他们听说过什么病。在我理解，这就是听诊。小学的时候发现我后腰有块骨头特别明显，我爸给我的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科普一下，这个病的发病期是19岁到50岁之间，那年我7岁。每天都给我按，朝我的突出部猛攻。有朋友问你爸就这么胡来，你妈也不管。我爸负责按，我妈负责按着我。我甚至在想，小的时候走丢了，警察问我爸：“哎，你儿子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体貌特征吗？”要不说你们当不了我爸。我爸都得说腰上有我的指纹。能解锁我儿子。后来11、12岁，我就开始长喉结。有点害怕，这能按死我吧？天天夹着嗓子说话，转移了，颈椎间盘也突出了。
还有一次就是高中打篮球，被队友踩在了我的脚趾上，淤血一直不好，我妈的诊断是灰指甲。当时我爸已经外出打工了，但是通过电话的方式远程参与了我的会诊。2位专家的意见高度一致，确诊真菌感染，就开始了我长达18年的漫漫指甲路。听说那个5%盐酸阿莫罗芬有效果，吃了半个月让我停掉了。说儿子，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个外用药。怪不得口腔都不溃疡了呢。我们东北有个菜叫小鸡儿炖蘑菇，我们家经常做。鸡肉可以不吃，那个鸡爪子得留给我。那个指甲我最好吞掉。说是吃啥补啥，以形补形，但不让我吃蘑菇，说那都是真菌。按照这个说法，我特别心疼云南人民。那就是全球灰指甲发病率的高地。我只听说过见手青，不知道有没有见脚灰。昆明就是满城尽带灰指甲。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有疑问，就我虽然得了灰指甲，但我始终都没有传染俩。我妈给我的解释是，起码咱们控制住了。直到去年去捏脚，技师大哥看了一眼我的脚趾，说：“老弟啊，你这是湿疹，你回去买一管莫匹罗星。”我买了一管姜信姜仪，因为上面写着 OTC。这能有劲儿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抹了半个月就好了，我感觉我的指甲都想给我托梦。18年了。当然我爸妈也不是意见经常一致，北方冬天经常流感肆虐，本来一家人整整齐齐吃着晚饭，我好死不死打了个喷嚏。你知道在我们家，如果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没有人想我。但一定有人想治我。我爸说是甲流，我妈说乙流。2个人争执不下，最终决定为了我2种药我各吃一半。这2个药的核心，一个叫阿比多尔，一个叫奥司他韦，都有一定的副作用。阿比多尔胃胀气，奥司他韦拉肚子。我奉劝各位啊，不要在胃胀气的时候拉肚子。我就像一台装了氮气的跑车。我爸决定送我去医院，因为他发现我的瞳孔开始有点涣散，说我太爷走的时候就这种眼神。医生建议打青霉素，我爸说：“我儿子必须用最好的药，头孢。打上就退烧，不打就高烧，反反复复1个多月，我才肺炎。”拍了片子说我的肺上有阴影，我说怎么不拍拍心里啊？就那么个条件，大多时候就能靠经验、靠直觉。我受过教育，我现在自己生病就是上网学。我们不看病就是我们家的遗传病，我们家也算是2代行医。不过这几年我爸妈通过短视频这些中老年科研平台，学到了很多新的医学理论，发现对我有诸多误诊。经常喝点酒就会跟我道歉，说儿子会不会埋怨爸爸？我说怎么可能呢，对吧？你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以后就是我养你们。爸，你可要保重好身体呀，咱家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
妈，你也是，我帮你按。原生家庭，在我的理解就是原谅生我的家庭。这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在我内心里还是希望我爸妈有朝一日能跟我道歉，跟我说孩子对不起，毕竟爸妈也是第一次当医生。谢谢大家，我是辛博。哎，大家好，我叫辛博。从小就在农村生活，我觉得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是特别好。我的小学就那么几个民办教师，就是那种农民扮演的教师，乡村 coser。班主任老师姓张，他教我数学也教我插秧。很多掰着手指头能算出来问题，张老师也算不清楚，因为他少根手指。算法上有 bug， 9进制。我很笃定，真的，我从小就很笃定，我一定得考上大学，因为我知道只有上了大学，才能结合着我的专业所学，让家里给我买电脑，买一台能玩所有游戏的学习电脑。所有的科目里边，数学最差，高考算是超常发挥，考了76分，按照9进制算是84。也没及格，被调剂到了数学系。我这样的学数学门儿都没有。我说妈，你必须得给我买台电脑，上帝把门给我关死了，你得给我打开一扇 Windows。没复读啊，没复读，因为第一学年成绩的前5%可以转专业。也就是说，学好数学就能不学数学。同学们都在那儿苦笑说，学数学是不学数学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听得我都茫然了。我说你们家里都什么条件？入学摸底儿考，我就是倒数第2，倒数第1是我的 homie 威哥。全班就只有我们2个人有共同语言。老师说这道题应该没有同学不会吧？我说不应该。威哥说我不会。选我当班长，说反正你也学不进去。我说为什么不学？威哥他说也不能太蠢。我最想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黑客很酷。大学也自学，去黑客论坛上还拜过师傅，学费60。加了 QQ 给我传了个文件，如何盗号。我一点号就被盗了。以为是教程，结果是教案。这算啥？黑吃黑。还用我的 QQ 跟我的同学们借钱，就威哥借了。你说他蠢吧，二话不说他就帮我；你说他不蠢吧，转账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那是一句话也不跟我说。问过老师，我说老师，我们学数学能干啥？老师说能当老师。我后悔了，我应该问校长。其他专业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发现啊，像我这种普通学校的冷门专业，社会给我们留的大多岗位都是销售类。我们学院的优秀校友墙就是全国房产中介的优秀员工墙，上面的照片基本都一个知识。那个校友群你就看吧，名字开头都有个 AAA，
你得往下滑到100名开外才有一个 B 打头的，比亚迪卖车。毕业季的时候有那种优秀学长回来招聘，我给他倒了杯水，他说老弟呀，全班我都看了，就你能干销售，数你的眼神最空洞，你根本就学不进去。我不想干销售，我觉得这么多年书白读了，确实感觉自己有点脱不下去长衫，但我也知道自己里边啥都没穿。学长安慰我说：“那销售和销售不一样，你上过大学的销售比那些没上过的至少大4岁，你就比你同龄人成熟。”当然，还有一个就业方向就是数转码去做编程，有专门的培训机构，3个月包就业，全班都去了，我跟威哥学了6个月，机构要给我俩退款。说是影响了这机构办学以来100%的就业率，我说不行，我只要工作。他说要不你们俩就留下来当老师，教数学。我没留下，在老师的推荐下，当地的矿务局要一个懂数学又懂计算机的人才。我说领导，我还懂点黑客。那个岗位就是坐在矿井口的岗亭里，对着一台电脑屏幕，下去一个矿工，我就在 Excel 上+1，上了一个我就全都懂数学和计算机。同学们好奇说：“你这个样的去矿上能干啥？”问得多我就很烦，我说算命。有一次下去7个，上来8个，给我吓坏了。我说这是挖到墓了，对不上账，是不是我得下去？每天除了我矿井口就没有人，整整3个月，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个小日子。井上一郎。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垃圾电话，来自广东珠海，问我先生买房吗？我立马反问他：你们招人吗？我学数学的，他说我学物理的。我说城濮求是，他说博学笃行。我们学校的校训。时代也在发展，这几年 AI 成了风口。我也是干了很多年销售，几经辗转在网络安全行业。很多朋友不了解，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帮用户抓黑客。总有一天我能逮住我师傅。在风口上，威哥也飞起来了。他现在是一名自动驾驶算法的工程师。来杭州开会，我开车接他，他跟我说：“你把自动驾驶关喽。”他的能力我最了解。不在我之下，命运他经常跟我开玩笑，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威哥还安慰我说：“没事儿，你这一款我只是参与，我开发那款出口欧洲。”谢谢大家，我叫辛博，谢谢。